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她，一个披着单薄毛衣的女孩，站在冷风中瑟瑟发抖。沈婉儿，一个笨手笨脚，总是笨嘴拙舌的普通女孩，此刻正经历人生最羞辱的一幕。男友在饭局上当众羞辱她，说她没气质、没脑子，配不上她，然后扔下几百块钱，电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一瞬，她的尊严仿佛被践踏在泥土里。沈婉儿拿着那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，站在霓虹灯下，不知道该往哪走。没有家可回，她辞了工作，搬来和男友住，本以为他们会结婚，现在却连容身之处都没了。她咬牙不哭，努力忍住泪水，但眼泪还是在眼眶打转。她不知道，这一夜的落魄会是命运彻底翻盘的起点。就在婉儿低头想离开时，一辆黑色迈巴赫缓缓停在她面前。车窗降下，一位身着黑西装、轮廓分明的男人坐在后排，他的眼神深邃如夜。你没事吧？婉儿下意识摇头，却终究敌不过身体的颤抖，昏倒在街头。当他再次睁眼时，已躺在温暖如春的床上。房间大得惊人，水晶吊灯闪耀着光芒，像童话里的梦境。男人坐在他床边，自称陆景琛，商界传奇人物，亿万富翁。他不敢相信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种人家里。你没有地方可去。陆景琛的声音低沉，却带着一丝温柔，就暂时留在我这里吧。沈婉儿不习惯这样的生活，面对穿戴整齐、礼仪得体的佣人，她手忙脚乱，甚至不小心把早餐洒在地毯上。她不停地道歉，紧张的脸都红了。没关系。陆景琛却走过来，轻声说，这不是你的错。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包容他的笨拙。过去男友常骂他拖后腿，如今却有个人愿意为他弯腰擦拭。他不敢接受这份温柔，却又在内心深处开始渴望。他决定努力，不再让自己成为累赘。每天早起练习端茶倒水，学习礼仪，即便摔倒也不抱怨，只为有一天能站在陆景琛身边，不再自卑。陆景琛虽富可敌国，却鲜少露面，他的朋友圈几乎为零，身边也没有任何亲人。他的沉默与冷峻曾让无数人望而却步。婉儿无意中发现，他每天夜里会独自坐在阳台，看着母亲的旧照片发呆。你很孤单，婉儿轻声说。陆景琛没有否认，只是微微点头。这一刻，他看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富豪，而是一个内心有伤疤的男人。他开始理解他，也渐渐敞开心扉。两个曾被世界遗弃的人，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归属。一次商业宴会，陆景琛带婉儿出席，但他显然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，走路摔倒，点餐搞错，礼仪不懂，引来无数轻蔑的目光。有人讥笑他是土包子，甚至怀疑他是金主包养的玩物。陆景琛却在众人面前坚定握住他的手，这是我女朋友，谁对她不尊重，就是对我不尊重。全场哗然，婉儿眼圈泛红，从未有人如此为她撑腰。那一刻，她第一次感受到被捧在手心的幸福。命运弄人，婉儿竟在商场重遇了前男友，他已是某品牌的小主管，一脸趾高气扬。当他看到婉儿穿着定制礼服手挽陆景琛，眼神立刻变得复杂。他试图挽回，说当初是误会，是你教会我看清世界。婉儿平静回应，谢谢你当初抛弃我。前男友满脸羞愧地离开，而婉儿终于彻底告别过去。那一夜，他抱着陆景琛轻声说，谢谢你带我走出黑夜。婉儿开始学习金融，努力让自己配得上陆景琛。他每天泡在书房，请家教，参与项目，从零学起。他跌跌撞撞，但从未放弃。陆景琛看在眼里，心中泛起涟漪，你值得更好的世界。1年后，他成为了集团旗下子公司的运营总监，业务能力出众，举止优雅。再也没有人嘲笑他笨手笨脚，他用行动证明，女人不是天生低人一等，而是被爱和信任点燃潜能的凤凰。陆景琛在他生日当晚策划了一场盛大求婚，烟花在夜空绽放，他单膝下跪，婉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泪流满面的点头。
曾经那个站在街头哭泣的女孩，如今站在灯火璀璨的城堡，成为亿万富翁的未婚妻。这不是童话，是她努力和爱成就的奇迹。婚后，他们共同经营企业，也共同参与慈善。婉儿创办了一个女性成长基金，资助更多像她一样曾被世界遗弃的女孩。她知道，能从街头走到云端，是幸运，也是责任。陆景琛对她始终如初，亲自为她熬粥，为她披衣，为她庆祝每个纪念日。他说，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意外。而她笑着回应，我不再笨了，因为你一直牵着我的手。沈婉儿的成长起点是被抛弃，这个词对任何女孩来说都残酷而绝望。但她没有在泥泞中沉沦，而是学会了站起来。我们常常以为爱情是依靠，但真正让人强大的是被背叛后还能选择继续相信人生。在陆景琛的陪伴下，婉儿开始自我认知、自我觉醒、自我改变。从一个手脚笨拙的女孩蜕变成精明干练的女强人，这个过程没有捷径，只有痛苦、坚持与成长。这个转变让观众明白，女人的价值从来不是别人定义的，而是靠自己争取的。婉儿的经历也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，即使你现在再平凡、再无助，只要你愿意改变，就能活成别人仰望的模样。这个故事最打动人心的是陆景琛对婉儿那种不加条件的接纳与保护。他从不要求她改变来配得上他，而是以包容和尊重的姿态，让她慢慢成长为更好的自己。成年人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激情，而是细水长流的理解和陪伴。在宴会上为他发声，在深夜为他熬粥，在事业上支持他的梦想。陆景琛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不是施舍，也不是操控，而是站在你身后，让你成为更强大的自己。这样的爱情不仅令人羡慕，更唤醒了观众内心对理想关系的渴望。有些人会在你最狼狈时拉你一把，而不是在你辉煌时才说爱你。这个故事的本质是一个普通人的逆袭童话，但它并不虚幻。它告诉我们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亿万富翁，但每个人都有被珍惜的权利。现实生活中，有太多沈婉儿被忽视、被轻视，甚至习惯性自卑。但这正是这类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它像一束光，照亮了你心中最柔软却也最渴望被爱的地方。陆景琛的宠爱是一种极致的浪漫，而婉儿的蜕变是现实中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过程。只要你肯努力，肯相信，人生就一定会回馈你一份特别的温柔。生活从不偏爱谁，但当你愿意相信爱，相信自己，不怕跌倒，不惧眼泪，那就没有人能否定你的人生价值。也许你现在也正经历低谷，但别忘了，每个奇迹的背后都是咬牙坚持的你。